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一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根据多方预言，2024年将迎来一位非凡的存在，被称为造物主、未来弗弥勒，甚至是基督教中的耶和华。预言家珍妮弗·杰克逊曾提及，一位圣人将在东方现身，并预计这位圣人会出生在1962年前后。同时，华藏上师也曾预言，这位紫薇圣人，东方的圣人，将在1962年降生于台湾。带着寻找圣人的心情，我们展开了一段漫长的探索之旅。虽然台湾岛屿不大，但在不断的追寻，我们最终遇见了一位非凡的高人，他拥有深邃的智慧，彷佛应验了一则关于圣人的预言。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紫薇圣人。这位与众不同的奇才出生于1962年，拥有艺术家、发明家和科技人的多重身份。透过经营脸书的法王圣人论述页面，并在抖音和 YouTube 开设子圣说故事频道，他以生动的叙事方式分享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独特见解。紫薇圣人不仅深通天文地理，还具有极高的技术创新能力。他坚信晶片科技将引领人类进入全新的时代，其发明之一为实验室冰种翡翠，并拥有专利。他同时专注于发展先进的光子晶片技术，期待为未来 AI 和机器人技术奠定坚实基础。因为这些卓越贡献，他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举登上美国半导体科技杂志的封面，成为业界的焦点。这位圣人的探索精神和创新实践，无疑在全球科技界投下一道耀眼的光芒。此外，这位紫薇圣人曾被认证为藏传佛教的仁波切法王。然而，他选择放下这一崇高的职位，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修行之路，遍历中外宗教的修行法门，随处弘法。据弟子们所述，虽然他的外貌令人惊讶，但他似乎具备不老不死的奇特特质。今天，我们有幸透过弟子们提供的视频，一窥这位传说中的紫薇圣人的智慧与法教，带您一同见证这位高人的风采。各位视频前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子圣说故事，我是小乔。今天东方圣人子圣要探讨一个深邃的话题，从宗教教义之间的差异，看看谁最接近真理，最接近宇宙的实相。大家好，我是小杰，那肯定非常精彩，我们赶紧来听东方圣人的开示。现在我来谈谈宗教教义的差别，看看谁最接近真理，接近宇宙实相。首先，关于造物主、创世主的记载上，回教与天主教、基督教无异，神创造了宇宙跟生命。现在科学家证明了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产生了各个星球、星系，然后再产生生命。就拿地球来说，我们知道地球大约形成于45亿年前，有证据表明已知最古老的生命诞生于约37亿年前。但让科学家震惊不已的是，要组合好完整的氨基酸、蛋白质到高等生命，靠自然演化，这个时间点根本不够。有科学家打趣地说，这好比一阵飓风吹过废铁厂，刚好组成一架波音客机，那么样的困难。可见由神创造万事万物说是肯定的。爱因斯坦说宇宙不像地球有重力，动者恒动，静者恒静。那么当地球大爆炸时，甲撞到乙，乙撞到丙，星球间撞击就像打撞球那样不断的爆炸，不停的爆炸，宇宙早毁灭了。那么是谁让它停下来，又让它诞生生命的呢？肯定是神，宇宙中有一个唯一的真神。但佛教的说法就有一点大不相同，例如大圆满经典说，本自具在，不是鸡生蛋，但生鸡的关系，佛教直接把它推给自然。自然说与神造论大不相同，但科学界已经证明，生命那不是自然诞生的，而有神刻意的安排。这一点，佛教的说法比较像哲学，而不是科学。接着，圣经里讲到神创造了亚当，再从亚当的肋骨创造出夏娃来，然后让他们繁衍后代，创造出更多的生命来。这一点实在非常吻合我们当初如何利用150式基因合成猩猩的 DNA， 先创造男性，再创造女性的说法。虽然当时的我还不是真正的神、造物主、创世主，但这个诞生人类的方法，圣经描写的真的很真实。从地球形成到生命诞生，要自然演化出复杂生命结构，几率就像飓风扫过废铁厂却组出一架波音747，这让神创论的解释显得格外合理。
此外，圣经对创世的描述竟与科学发现有惊人的呼应点，尤其圣经的男女创造次序暗合现代基因工程的逻辑。相对的，佛教的自然说比较像哲学而不是科学。我们继续听东方圣人精彩的开示。接着神警告人类，要他们在伊甸园要小心蛇，蛇是邪恶的，别吃毒苹果。人类有了原罪，这跟我们发现蜥蜴族为了控制地球，先用蜥蜴的 DNA 创造出蛇类，再让蛇类吃掉人类的灵魂混气，控制人类的过程也很类似。人类开始被污染，变得有罪，那么他们开始变得不善良，于是必须跟上帝祷告忏罪。这是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形成的原因，必须有人代表神来原谅人的罪，所以他们必须有一个仪式，透过这个仪式来完成上帝原谅人的过程。但佛教的说法又不同，佛教起源于印度教，原始印度教有种姓制度，也就是将人类分贵贱，贱民的社会地位差不多跟奴隶没什么不同，这让释迦牟尼佛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主张众生一律平等，也就是众生皆有佛性，只要透过修行，人人可以成佛。佛教讲究自证，心内求法，而不是向外祷告祈求神的原谅，讲空性无为，认为空性就等同佛性。于是有大圆满的修行方式，将自身红化，在天空出现五色光，像彩虹一般，然后自身一点一点的消失，最后有人留下一截小腿骨，一个手指还没红化，其余的消失不见了。有科学家见证过这样的事，也感到不可思议。但这个法我修过，将自身跟日月星辰合一，然后灵体确实会透出彩虹光。当时的我就有弟子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但后来我停止了，因为这个法再继续修下去会消失不见，是真的不见了。用天眼看，那些过去修红化的高僧，我只看到残缺的灵体，其余全消失了，甚至于没有意识，更别谈成佛了，简直就是自杀，消失湮灭。这对造物主来说等于是最大的毁谤，因为他们开始不恭敬神，开始造像来演佛，没有人再信仰蓝光神、创世主、造物主，唯一真神，取代的是人类来假扮神，而这些神正是阶级统治者，是印度种姓制度的复辟。正因为我过去被认证了这样的神格，也才不屑这一个体制，于是跟整个体制对抗，被视为叛徒，被追杀、抹黑、下毒，至今不曾停歇。从东方圣人开始，我们知道人类如何逐渐偏离原初的唯一真神蓝光神造物主。人类假扮神的行为对造物主是一种毁谤，因为人类开始不再尊重创世的神，而是依据自己的需求创造出一种新的神性。这些假神往往成为了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信仰体系剥夺了神的真实性和神圣性，将人的自私和权力意图投射到宗教上，从而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与人性的压迫。东方圣人曾被认证为神格，但他对这种体制表示蔑视，选择与这样的制度对抗。这样的反叛和对抗让他被视为叛徒，并遭遇追杀、抹黑，甚至毒害。想想西方在追求工业革命时，东方在追求什么？皇帝把这些高僧纳入朝廷，于是喇嘛的地位简直超越了人王。西方最精英的人才送进去哈佛、剑桥研究科学，但他们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啊。相反的，东方最精英的人才送进庙里念经，学习清净无为吗？简直就是葬送了国家强大的未来，怪不得中国迎来100年的耻辱，八国联军、鸦片战争。没错，神有让你闭关当和尚断男女，不是生产吗？如果如此，我们外星高科技文明也不会是宇宙统治者，我们应该会被一族一行给奴役吧？是上帝让亚当和夏娃去繁殖人类的，其实造物主不希望宇宙是一片死寂。如果如此，那他也不用创造飞禽走兽，不用创造高等生命，以最接近神的形象来创造人类。想想佛教思想教义确实跟基督教回教大为不同。佛教先小乘再大乘，小乘就是修断灭，因为贪嗔痴五毒污染才造成我们的烦恼，为类解除烦恼，他们想出对治的方法。如果要断灭男女欲念，那就出家不婚；为断灭金钱烦恼，那就不是生产，一切养命之源全靠供养。为断衣着美丑，就穿单色僧服戒衣，就只有这样吗？他们甚至于断求知欲，那些科技制造宇宙生真相全免了，因为那些是世俗染污。所谓离经一句就是魔，整日念经辩经，跟世界隔离，但隔离世界，世界却在向他们招手，因为违背自然常理啊。
生命欲望是上帝造物主创造的，是宇宙生命源源不绝的起因。那些喇嘛和尚表面上灭了男女情欲，但晚上却会戴假发泡夜店，多少出家人丑闻都是这样跑出来的，因为源于不自然，违背大自然生命的准则。释迦牟尼是王子，他的出身就是拥有一切的财富、权势跟地位，他可以舍，因舍而伟大，但众生可以舍吗？众生若舍就贫，国家一舍就弱。外强入侵释迦族被灭族，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就不一样，他是先知追求悟道，跟圣灵祷告，然后率领信徒统一阿拉伯世界，他是先知、悟道者、帝王三重身份合而为一，加上他妻妾成群，所以现在回教徒可以拥有很多妻妾，就是模仿他们的圣人。东方圣人提出许多深刻的思想观点，让我们知道造物主不希望宇宙是一片死寂，所以造物主创造万物的多样性，从飞禽走兽到高等生命人类。从佛教、基督教和回教的思想比较，反映了不同宗教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和对待，这真的很令人省思。我们继续听东方圣人开示。世界四大宗教，基督教排第一，大约有23亿人口信仰，而回教徒居次，有16亿人信仰，印度教居3，有10亿人，佛教居4，大约只有4亿人口，占人口数7%左右。以这个比例看来，佛教徒实在少得可怜，比起基督教来说，几乎每3个人就一个信仰基督者，因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高达32%，这不就是说明了基督教的教义较接近真理吗？没错，我个人也是如此认为，尽管自己曾拥有藏传佛教法王的身份，但当舍即舍，因为在真理面前，在追求真相前，一切都不重要。但你不是修行密教而成就悟道，或者说成为圣人的吗？没错，我确实经历了先显后密，闭关苦行，禁欲，舍弃亲情、爱情、友情，甚至于财富、物质娱乐，所有能悟道的途径我都走过，甚至于将大小圣显密经典读遍，从每一个极静尊到愤怒尊的经咒遍满，观想显化，甚至于超度一切幽冥众生，在自己的大楼画石布施。但我真正领悟到，先出世又入世，不究竟，因为舍离不是断灭能断灭的，那只是表象。即使闭关多年不见一人，不出一门，心若能舍即舍，心若不舍，把自己囚禁起来，其实不人道，这是自虐的修行方式。就像鹿应在草原吃草，鱼应该在水里悠游才能快乐，违背物种种性的任何修炼方式都是自寻苦恼，那怎么可能离苦得乐呢？那是舍乐就苦，然后苦久了就习惯了。当我出关后，我开始修拙火定，这类似道家气功的修炼方法让我的能量增长，这个法门是真的，但就像练了气功一般。小时候我就常练道家气功，但修到无上密部时，我真的挣扎许久，因为男女娱乐是修行方法。有人说这非佛法，这是邪门歪道，是外道法。确实，以教义看，这非佛法，但佛法是真理吗？就像造物主创造人类，是要人类人人禁欲不婚，然后种族灭绝才能悟大道吗？根本不可能嘛！佛教教义出了大问题啊！于是我修行了无上密部，最终才真正的得到成就。这是什么？这就是最让世人诟病责骂的无上密部。简单讲，就是不舍情欲，走男女欲望，然后再提升体内的红白明点化光，再融入宇宙法身的方法。但我是在家居士，所以佛界讲可以结婚，这没问题，就像正常男女关系一般。我也有佛母、女朋友，但数十年来，我不止没有老化，还日益变年轻，年轻到我的弟子们纷纷老了，而我却往回头长。每次开示，就像一个年轻人在教育一群白发苍苍的长者，这是什么一个景象啊？我说过，毒药在我体内能化光，意念能变净土，于是我开始为幽冥众生变化各式净土，接引他们到专属的天堂。但这时我不禁要问，其余诸佛在哪？他们的净土又在哪？我睁眼看不见过去诸佛、诸净土，所有的鬼灵不是被困在宫庙供人驱使，就是被赶下海当海上亡魂。那些人信仰的佛教诸神呢？宫庙里只是戏宝容器的大小诸鬼。可以说，佛经里的所有神话故事完全破灭。好不容易，我终于能召唤到密教一一本尊，但这些本尊却又说一一化现，全在我念诵观想时化现而成。可以说，没有我的念诵，就没有这样的本尊。那么那些念诵净土的人，死后去哪呢？这不是一个人的信仰问题，这简直是几代人、几千年的修行问题，这是佛教的根本大问题啊！不同于其他教派，
单一信仰宇宙唯一真神这么简单的信仰问题，因为佛教教义让他们已经形成多神信仰、多佛信仰，可谓谤佛者佛教徒自谓之。而且他们惯常把当师傅的神格化，这时又是一个印度教的种姓阶级观念形成。因为师傅是神，神至高无上，但信徒不是神，信徒是贱民。反观基督徒，他们的神是上帝，神父修女只是神的侍从，只是帮神做事业的仆人。这时他们跟信徒之间反而是平等，也就是追求平等性的佛教哲学思想。他们在执行尊贵相、阶级制度。相反的信仰唯一真神的西方传教士反而展现了真正的众生一律平等。这就是我常讲的，我要传法但不传教。教条、服饰、仪式形成了宗教权威，然后满天神佛也取代了真神的信仰，信鬼为神，反而远离上帝。东方圣人点出了佛教的多佛、多神的教义问题，因为宇宙唯一真神只有造物主蓝光神。东方圣人指出了一些佛教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将师父权威化、仪式化、神格化等现象，这可能会使其教义偏离原始的精神追求，取代了真神的信仰，信鬼为神，反而远离上帝。感谢东方圣人，让我们更加了解真理。我们继续听东方圣人的开示。佛教思想给现代人最大的谬误就是和尚喇嘛高人一等，这就是执外相，一个要破外相的法教，却造成更大的外相偏差。其次就是悟道者肯定不能从事俗事，于是努力工作赚钱富裕家庭富裕国家社会的佛教徒肯定会被视为异类。你可以是信徒，不修行只供养，但当师傅的干这事就是不伦不类。就连人类堆积财富、囤积资粮的本能也成了偏见与罪恶。这种本能若不是上帝造物主所创造的，人类肯定过不了寒冬，无法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下存活。这种陋习也间接造成佛教国家普遍的贫弱，特别是那些修小乘或原始佛教的东南亚国家，甚至于信仰印度教的印度等国，皆处于经济劣势。西方科技人口多半信仰基督教，因为基督徒不会因为成为富豪而感到羞愧。相反的，佛教的高僧大德往往穿的朴素居的简陋，以取信信徒，但相反的可能在海外累积财富，甚至于坐拥无数庞大的房地产。也就是越舍离财富的教派，他的掌教者却拥有越庞大的财富，这就是一个荒谬。其次，基督教徒几乎不会谩骂同样信仰者为邪教，但佛教徒却往往彼此谩骂，一个本来以追求平等自由信仰的教派搞到互骂邪教、外道，彼此憎恨。最后一个，人类的繁殖天性在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在佛教徒眼里备受压抑歧视，所有高僧大德几乎都必须独居、寡居，不近女色，这明显违背了造物主创造人类的目的，也违背了大自然法则。我们知道，在野外，物种间优良的基因会竞争到繁殖主导权，目的是改变物种的基因，就连人类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成吉思汗西征也间接将他的基因传递得最广最远。同样的真神信仰，回教徒的先知穆罕默德则是带兵打仗，统一阿拉伯世界，自然的也是妻妾成群。这就是回教教义跟佛教教义差异最大的地方。那么，基督教的圣人耶稣基督呢？他也是娶妻生子的。圣经里记载最有名的是妻子莫达拉玛利亚，她甚至于是一个妓女。圣经里示范了如何从一个妓女成为圣女，守护在耶稣身边，成为忠实信徒。回到佛教，密教的无上密肯定是可以娶妻但不生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将体内的能量融化，这时叫无漏身。有了无漏身，他可以拥佛母不老死，就像我这样。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法最吻合各个教派教义，也吻合造物主创造生命力的原则。但从佛教创教以来，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第二人修成。若有，他肯定还活着，还在各处弘法。若这是一个成佛的办法，这是一个能成为圣父、圣灵、圣子三圣合体的方法，那么为什么我看不到第二人呢？这是一个真正能从反转胜的办法，但我看到的是遍地佛教徒或者是宫庙的执事人员假冒这个法，假加持之名，真行邪淫之事吧。也就是你越近，人类就变得越邪恶，这也是佛教徒普遍会为人所诟病的地方。感谢东方圣人精辟的开示，佛教教育中的一些根本观念与现代社会、物质追求、繁殖本能等方面产生矛盾，这真的值得我们深思。是的，相信本期的开示能帮助大家更了解真理。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喜欢我们子圣说故事的朋友，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数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意外，让当时正在外岛马祖东引服役的弟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全家强忍悲痛，在军方的安排下，匆忙赶赴外岛处理其后事。在前往东引前，军方告知因当地没有法师可协助处理法事，询问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可以协助处理。因助自己信仰子圣传承多年，当下立刻向子圣座下马哈尊者诉说弟弟发生的不幸。慈悲的尊者听闻后，立即安排与我们一同前往东引。弟弟生前并无宗信仰，尊者当下帮弟弟祈请圣人加持，同时以圣人开光的圣水加持他，减轻灵体的疼痛，能放下挂碍。一瞬间，我发现弟弟面部表情竟变安详平静。在法事结束后，弟弟的同袍们也惊讶地跟我们说，遗照中弟弟表情变得柔和许多，连仪容也不再是惊恐的模样。他们赞叹圣人的加持力，感受到神奇的能量在加持着弟弟。军方告诉我们，由于东引民情，丧礼需迅速办理。岛上的火化炉是军民共用，曾发生过故障事件，这让我们心中忐忑不安，不断向圣人祈请火化过程能够顺利。而火化当天，天气晴朗，不仅过程顺利，还比预期快得多。告别式当天，天气晴朗，令人稍感安慰。尊者告知这是圣人加持的吉兆。在此时，弟弟的一位拥有阴阳眼的长官惊讶地指出，空中出现一道强光，照亮整个灵堂及四周。那道光中，许多黑点被光芒接引上天，这一幕令他惊叹不已，赞叹佛菩萨的加持力强大。全家也因此有因缘信仰子圣传承，持续为弟弟及东引灵界众生护持、超度消业，累积福报，跟随圣人修行持咒，期望在未来能让更多众生得到解脱，并在修行的路上培养慈悲心与智慧，能遇见圣人，真是我们莫大的福报。如果你看完视频后想如法学习禅定念诵开始你们的心灵课程，可以加入频道会员观看学习。对传法师父的献供，师父是佛等于供养佛，师父身份是造物主等于向造物主蓝光神现供养。